凌晨，我和闺蜜窝在出租屋看恐怖电影，剧情进行到高潮部分，主角目睹凶杀案后被凶手盯上。电话铃突然响起，楼下传来一声尖叫：“宝宝快跑，楼下有杀人犯！”闺蜜倒吸一口凉气，双手止不住的颤抖。她站在窗边，直直对上了正在肢解尸体的杀人犯的。杀人犯冰冷的视线朝这边扫来，和电影里一模一样，让人不寒而栗。下一秒，她咧开嘴，举着带血的刀站了起来。我手脚冰凉，下意识后退了一步。再看闺蜜，已经腿软跌坐在地上，张了张嘴，却惊恐地发不出声音。她是不是看见我们了？闺蜜声音颤抖，刚才电影里的情节一幕幕在脑海里浮现。别慌，先报警。我颤抖着手拨打了报警电话，因为过于紧张，差点输错了号码。好半天，终于听到接线员的声音，我仿佛找到了主心骨，赶紧将这里发生的事如实汇报。你们在哪？丰上路14号。丰上路在哪呀？我没听说过。听到对面的话，我的大脑空白了一瞬，那边又传来不耐烦的催促。都这么大的人了，位置还说不清楚，你们是不是报假警啊？谈话间，门外传来沉重的脚步声，一步两步，我和闺蜜对视一眼，只能先挂断电话，合力把家里比较重的东西一股脑堆在门口，关上屋里所有的灯。随着声音越近，我的心脏跳得越快，顺手从厨房抽了一把菜刀，我和闺蜜躲进卧室并反锁了房门。脚步声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沙哑的声音：开门！警察！楼下刚刚发生了凶杀案，只有你们家还亮着灯，我来了解一下情况。屁，我们根本就没报警成功。我翻了个白眼，拉着闺蜜继续设法报警。电话报警已经行不通了，那个接线员搞得我头疼。两个人挤一个床底格外拥挤，手机屏幕微弱的灯光又增添了几分恐怖的氛围。没多久，敲门声变成了砸门声。开门啊！有人要杀我！快开门！再然后是斧头砸门的声音。别问我为什么知道是斧头，刚刚电影里就是这倒霉声音。闺蜜突然发来消息：门坏了，咱是不是要赔钱啊？我又翻白眼了，性命攸关的时候，她竟然还想着钱。不过狗房东耐尿性，这回钱包估计要大出血了。死娘们，等死吧！杀人犯的声音清晰了许多，贪便宜租的房子根本挡不住几斧子，再等下去只有死路一条。危急关头，我的大脑飞速运转起来。手机给我！你要干什么？横竖都是死，还不如赌一把。我从闺蜜手中拿过手机，偷偷打开卧室的门。客厅里一片漆黑，杀人犯短时间内应该注意不到我。我猫着身子钻进书房，照着电影里的做法，将手机塞进柜子，轻手轻脚又溜回床底。我手里握着菜刀，闺蜜不知从哪弄来了棒球棍，这玩意还是之前为了拍照才买的，9成新。外面传来一声巨响，门被人撞开了，堆在门口的东西噼里啪啦掉在地上。他进来了，脚步声渐渐逼近，我的后背被冷汗浸湿。臭婊子躲哪了？滚出来受死吧！杀人犯的声音在安静的房间显得格外刺耳，我和闺蜜下意识哆嗦了一下。不出来是吧？刚才你们也看到待会的下场了。黑暗中，我屏气凝神，听着杀人犯的脚步朝这边靠近。他开始翻箱倒柜，试图找出我们的藏身之地。别挣扎了，你们逃不掉的。找不到我们的杀人犯开始变得焦躁起来，气急败坏劈向身边的所有东西。一阵巨响过后，周围又安静了下来。我知道了，你们在卧室对不对？他停下了手里的动作，一步步朝着卧室的方向走来。随着门把手转动的声音，我安抚地握了一下闺蜜的手，拨通了她的电话。你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。手机铃声在书房响起，杀人犯的手一顿，我立刻挂断了电话。原来在这里呀！杀人犯的笑声阴森森的，让人毛骨悚然。走走走！听到杀人犯砸开了书房的门，我们赶紧从卧室溜出去。书房门口被东西当着，什么都看不到。闺蜜在前，我殿后，只要绕过餐厅，我们就能逃出去了。快跑！我心里一慌，猛地把闺蜜往前一推，举着刀冲向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身后的杀人犯。很显然，我高估了自己的实力。面对一个刚杀完人、肾上腺素飙升的壮汉，我的刀反而成了送上门的武器。他夺过我手里的菜刀，接着就朝我砍了过来。敢耍老子，找死！杀人犯怒吼着把我拖了过去。闺蜜反应过来，转身举着棒球棍想来帮我。死丫头，怎么这么蠢？跑啊！我被刀砍伤了腿，惨叫一声，用尽全身力气抱住杀人犯的腿，冲闺蜜大喊道。杀人犯一脚将我踹开，又拽住想要逃跑的闺蜜拖到我身边。我还想要挣扎一下，身体各部位传来钻心的痛，使我动弹不得。不准动我闺蜜！闺蜜扑过来护在我身上，被杀人犯拎小鸡似的扔到旁边。真是闺蜜情深啊，想一起死，我成全你们。这一举动也彻底激怒了杀人犯，一刀捅进闺蜜的心脏，顺带给我补了刀。弥留之际，我看着倒在血泊里的闺蜜，满心不甘。杀人犯脸上沾满了血，狂笑着用刀划在我身上。跑啊！怎么不跑了？刚才不还挺猖狂的吗？我绝望地闭上眼，等待死亡的到来。
许久过去，什么都没有发生。睁开眼，我和闺蜜正坐在沙发上，电视里播放着熟悉的恐怖电影，传来斧子砸门的声音。我扭过头，闺蜜用手捂着胸口，大口喘气，脸色苍白，紧盯着电视屏幕。宝，我的声音让闺蜜回过神来，我俩相互仔细检查了一遍，还好，一切都没有发生。你不会也重生了吧？闺蜜反应过来，抱着我哭出声。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，咱俩聊天记录还没删呢。好好的气氛就这么被破坏了。没等我俩松一口气，电话铃声和尖叫声再次响起，我的心再次提到了嗓子眼。报警不管用的话，这次咱们跟他拼了。闺蜜撸起袖子就去找武器，曾有人说过，消除恐惧的最好办法就是面对恐惧。我差点没忍住给闺蜜一巴掌。面对了毛线，给她送人头啊！赌博不管用，咱逃出去。闺蜜还想找个武器防身，我拽着她就走。凭我们的实力，纯纯给对面送武器。出门的时候，我顺手想要关灯，闺蜜拦住了我。别关，让她以为家里有人拖点时间。可以呀，智商终于上线了。我惊讶地看向闺蜜，她满脸得意。我们刚把家里的门关上，就听到了单元门解锁的声音。她也住在这里。我皱眉，现在下楼显然不太现实。等杀人犯到门口的时候，我和闺蜜已经逃到了楼顶。这里没有路了。我和闺蜜崩溃地看向周围，上面也只有这一个出入口，我们才搬来没多久，对这里的地形不熟，大不了就跳下去，我赌这个楼层摔不死。说话间，楼下传来了敲门声。开门，警察。楼下刚刚发生了凶杀案，只有你们家还亮着灯，我来了解一下情况。又是熟悉的话语。我们只能先找个地方躲起来，并祈祷他不会找到楼上。敲门声很快变成了砸门声，我按住自己狂跳的心脏。等他进去，咱们就赶紧下去。闺蜜没有回应我，只死死盯着我身后。怎么了？我转过身，一个黑影正在朝这边靠近。对方有同伙？不会这么倒霉吧？不过他怎么会知道我们会上楼，提前埋伏在这里？我心里抱着一丝侥幸，闺蜜已经试探性走了上去。我正要拦住她，闺蜜突然停下了脚步。她有刀，他们绝对是一伙的。闺蜜发出一声尖叫，直接冲了过去，却被对方一把拽住。下一秒，响起刀捅进肉里的声音。我眼睁睁看着闺蜜的身体倒了下去。不要！我想要冲上去跟杀人犯鱼死网破，被闺蜜制止。你 TM， 赶紧逃出去，想办法救老娘。等我！我憋回眼里的泪水，拼了命冲向楼梯间。跑到家门口，家里的门好好的，哪有被破坏的痕迹？杀人犯有2个，事情变得更加棘手了。来不及多想，我向楼下跑去，边跑边大喊：救命啊！杀人了！然而这种时候大家自身都难保了，怎么可能开门救我？终于，黑暗中一只手抓住了我。你鬼叫什么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咱们小区进杀人犯了，我闺蜜被砍伤了，求求你救救她！慌乱之中，我紧紧抓住对方的手，仿佛抓出了救命稻草。杀人犯长什么样？太黑了，我看不清他的脸。他拿着斧子，手里应该还有刀。他已经杀了一个人了。我的声音一顿，背后好像被什么东西顶住了。你是说这样的斧子吗？对方从身后拿出一个东西，趁着月色，我勉强看出那是一把滴着血的斧子。我绝望闭上了眼睛，果然逃不过死亡的命运嘛。反正都要死，你说你跑什么呢？冰冷的匕首划过我的脸，鲜血瞬间涌了出来。你们都得死！再睁眼，我又回到了客厅。耳边再次传来熟悉的斧子砸门的声音，一回头就看到闺蜜两眼无神呆呆盯着电视。不是为啥每次先没的都是我？还不是你太莽了。第一次都把他推门口了，又折回来救我。第二次明知对方有武器，还冲了上去。不知道我该感动还是骂他蠢。不过2次重生，我还是得到点有用的东西了。宝咱应该是进入循环了。根据我多年看小说的经验，如果不能活着出去，就会一直待在这个循环里。闺蜜难得智商在线，我欣慰地笑了。但下一秒，躲也躲不过，逃也逃不掉，怎么活着出去嘛？闺蜜瞬间破防，还不如直接 game over。闭嘴，我有办法。什么办法？闺蜜瞬间闭嘴，乖乖看向我。既躲不掉，我一开始就该听你的。我用手在脖子上比划了一下，干掉他。巨大的体力悬殊，硬刚是行不通的，我们只能智取。正在我思考该怎么办时，窗外的尖叫如约而至，但这次尖叫声没有戛然而止。闺蜜疑惑跑到窗边，之前2次杀人犯都是一刀毙命啊！卧槽，这次杀人犯没杀死那个人，他在后面追呢。闺蜜瞪大了眼睛，他现在应该没空管我们，要不咱直接跑吧？我恨铁不成钢，瞪了闺蜜一眼，不说杀人犯在楼里有同伙，现在下去根本就是自投罗网。闺蜜也反应过来，不好意思地吐了吐舌头。这次为什么会不一样？难道受害者也重生了？我在大脑里胡思乱想，这时家里的门被敲响，一个熟悉的声音响了起来：兰兰、琪琪，你们在家吗？你前男友，他来干什么？闺蜜满脸不解，就要去开门。我拦住她，压低声音道：
等会不管我做什么，你都别管。喂食，哦好。我走到门边，扬声问道：一个合格的前任就得跟死了一样，你来做什么？外面有杀人犯，我想着你们2个女生不安全。虽然是前任，也能见死不救吧？要不是我重生还真就信了，前2次可没见他这么好心。别在那吓人了，我们已经睡下了，你赶紧走吧。好歹谈过，我还能害你不成？你家这门的质量能干嘛？她的声音明显焦躁了不少，手在门上不停地拍打。我跟她已经分手很久了，和闺蜜又是刚搬过来的，她为什么会突然出现，还精准找到我们？只要冷静下来，稍微思考就能发现很多漏洞，况且没有杀人犯，我也不会给她开门的。前世躲在阁楼上的人就是他，我不会认错。这次楼下那位没得手，他先按耐不住性子找上门来了。既然直接送上门了，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以防万一，我不敢凑近猫眼，看不到他手里是否有武器。行吧，你赶紧进来，别再把杀人犯也放进来了。说着，我握紧了刚让闺蜜从厨房拿的烧红了底的平底锅。门一打开，我看都不看就砸了上去，她来不及躲闪，瞬间被打倒在地。空气中弥漫着烧焦的味道，男人抽搐了几下，终于不动了。虽然是你前男友，也不至于吧？闺蜜目瞪口呆，嘴角有些抽搐。屁，他就是杀人犯之一。我从地上捡起一把匕首，闺蜜显然也认出来，这就是上一个循环捅自己的那个狗东西，还想害我。闺蜜想补刀，被我拉走了。别废话了，赶紧走。去哪？去他家。我看了一眼隔壁虚掩着的门，之前一直没见过这家住户，10有8九就是被他买下来了。别说装修的不错，起码门比我们家结实不少。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，以另一位的智商，就算他上来，也不会想到我们在这里。我反锁上房门，再次拨打报警电话。好在这次的接线员很靠谱，了解完情况后，让我们保护好自己，警察马上就到。没多久，楼下传来警车的声音。等我们跑下楼，杀人犯已经被警察制服了。我和闺蜜终于获救了。警察叔叔，楼上还有他的同伙。我又想起倒在家门口的前男友，一个都不能放过。都跟我们走吧，去警局做个笔录。前男友被警察盯着送进了医院，我和闺蜜上了另一辆警车。做完笔录，闺蜜被警察叫住。你好，小姑娘，我们从另一位被害人身上找到了你的照片，你们看起来好像是情侣，看起来方便过来一下吗？另一个受害人是闺蜜男友。我们一愣，闺蜜脸色瞬间变得煞白，要不是我在旁边扶着，差点倒下去。我的眼前浮现出楼下逃命的那个人和那通奇怪的电话。等我们赶到医院的时候，闺蜜男友正在手术室抢救。一个熟悉的人正在门口接受警察的盘问。在接到你们的报警电话后不久，他也报警了。我赶紧走过去，蒙在整件事上的迷雾正在一点点消散。韩泽宇，我的男朋友。至此，整个狗血故事的主角算是齐活了。警察叔叔，没事的话，我就和我女朋友走了哈。征得警察同意后，他将我带到一个没人的角落，压低声音道：宝宝，不管你信不信，我重生了。我愣住了，怪不得每次重生感觉都不一样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难道你也？男友震惊地看着我，脸上写满了不可思议。你都能重生，作为受害者的我们为什么不可以？男友的几声克制不住的咳嗽引起了我的注意，这时我才注意到他似乎比平时虚弱不少。你生病了？我紧张地盯着男友，他摆了摆手。重生的代价不要紧的，我已经重生了3次。第一次我从新闻上看到你们遇害的消息，去你家的路上重生了。第2次我重生到了晚上，第一时间就往你家赶，还是晚了一步，在楼下就看到你闺蜜对象倒在血泊里，让我赶紧救你们，还没等我有下一步动作又重生了。这次我重生的时间更早，好歹是控制住杀人犯了，但他没事的，大家都会没事的。闺蜜这时候也找了过来，她的脸上挂满了泪痕。你们知道凶手是谁了吗？为什么盯上你们了？男友对这件事很是不解。提到这个问题，我不由得咬牙切齿，还不是我俩前男友那王八羔子。巧合中的巧合，我和闺蜜的上一段恋情同时谈到了一家2兄弟。离谱的是，在我发现前男友出轨的同时，闺蜜也得知了她前男友又超雄基因。及时止损，我和闺蜜同时提出了分手。没想到他俩得不到就想毁掉，才酿成了今天的局面。我俩的现男友纯是跟着我们倒霉了。想到这，我暗自下决心，以后只要男友不犯原则性的错误，我基本都会原谅他。我们正在梳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，手术室的门突然打开了。时间这么短，我脸色一变，不对，出事了。一个医生冲了出来。家属呢？病人快不行了，赶紧来见最后一面。闺蜜男友此时已经很虚弱了，闺蜜凑近将耳朵贴了过去。你能活下来真是太好了。听到这句话，闺蜜瞬间红了眼眶。果然你也重生了对吧？你要好好的，以后没有我了也要照顾好自己，为什么没有早点遇到你呢？希望咱们下辈子也在一起。闺蜜哭成了泪人，手紧紧握住她男友的手。说什么傻话呢？你不会有事的。闺蜜话音未落，她男友的手垂了下去。
下一秒，我们又回到了熟悉的沙发上。我起身冲向阳台，没注意到闺蜜朝相反的方向跑去。楼下没有男友的身影，闺蜜的前男友此时拎着一个斧头，鬼鬼祟祟躲在树后。看来这次重生的时间提前了，一切都还没有发生。我赶紧拨通了男友的电话，无人接听。又给闺蜜男友打电话，依旧打不通。他们在搞什么？外面响起开门的声音。我扭头就看到闺蜜左手拿锅盖，右手拿菜刀，要往外冲。你要干什么？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沈一峰死在我面前。得，恋爱脑没救了。我一把拉过闺蜜，关上房门。你过去就是送死，想直接殉情啊？上次我前男友过来是巧了，硬碰硬我们一点胜算都没有。循环了这么多次，你还没搞明白吗？不管我们谁出事，循环都会继续。那你说怎么办？我把闺蜜拉到阳台上，必须想办法保全所有人。咱们再想办法，你男朋友离杀人犯最近，得让他先跑。谈话间，我看见闺蜜男友朝这边跑过来，他不时回头往后看，明显想替我们争取时间。快跑！别管我们了，我们有办法逃出去。一嗓子嚎下来，不仅闺蜜男友微微顿住脚步，闺蜜前男友也朝这边看过来。接着他提着斧子朝这边跑了过来。见喊声奏效了，我继续激怒他：来呀，来打我呀！就你这样配得上我闺蜜吗？不知是不是超雄的报应，闺蜜前男友的情绪更容易被人激怒。刚在一起的时候，闺蜜还说他傻乎乎的挺可爱，你装模作样吓唬谁呢？有本事上来呀！神经病，见人去死吧！闺蜜前男友除了超雄，精神方面也有些问题，平时最讨厌别人提起这件事。之前闺蜜跟他开玩笑，他直接对闺蜜动手了。前男友拉他出来挡枪，是算准了他不会被判刑吧？没等我松口气，隔壁我的前男友出来作妖了。别被他忽悠了，赶紧把楼下的杀了，他们一个都不能放过。闺蜜前男友听到这句话，又转身向闺蜜现男友追去。闺蜜男友拔腿往前跑，却不小心被绊倒在地。眼见两人的距离越来越近，最为中间人的闺蜜心急如焚，拿着菜刀又想下去。我也有些没底，几次重生都没看到男友的影子，神经病来打我呀！我再次挑衅闺蜜前男友，试图争取时间。但闺蜜前男友向来听哥哥的话，像没听见我的喊声一样，脚步没有丝毫停顿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我灵机一动，被你哥卖了还帮他数钱，神经病不判刑，但要关精神病院的。果然，他停了下来。见闺蜜男友和她前男友的距离逐渐拉开，我再接再厉。你也不想下半辈子都待在那个暗无天日的小房子里吧？你别听他瞎说。前男友的声音盖过了我的声音，但显然已经没什么用了。果然，闺蜜前男友犹豫了一下，朝这边跑了过来。闺蜜紧张兮兮拉住我的衣角，现在我们怎么办？知道害怕了。门外传来前男友的踹门声，果然他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自己动手，主要的武器都在他弟那里。要不咱直接……闺蜜用手比了个抹脖子的动作。来不及，你前男友也过来了，咱俩干不过他们。谈话间，楼下那位已经快到楼下了。去他家。我们两家的阳台离得不算太远，运气好能翻过去。我小心翼翼站上阳台边缘，两个阳台中间有个高出一截的空调外机，上面布满了灰尘。我深吸一口气，从阳台跨到空调外机上，脚一滑，差点摔了下去。好在我不算太重，及时稳住，有惊无险扑了过来。没来得及喘口气，就听到了斧子砍门的声音。宝，快过来！我赶紧招呼闺蜜，她恐高有些腿软，我在最后一刻将她拽到了过来。把门反锁上，等警察来吧。我瘫坐在地上，大口喘着气。但显然，我俩都忽略了一个致命的问题。敢挑拨我和我哥的关系，去死吧！闺蜜前男友弄开了我家的门，没多久就传来他气急败坏的声音。警察说已经有人报警了，马上就到。我家那位说不是他，你男朋友呢？我也不知道，联系不上他。我摆弄着手机，心里有种不祥的预感。隔壁的骂声突然停了下来，阳台传来了脚步声。我说你们躲哪了？原来是自投罗网啊！前男友的声音响了起来，我暗叫不好，快跑！我手忙脚乱打开门，迎面遇到了手拿匕首守在门外的闺蜜前男友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我拿起手中的锅盖一挡，死死拽住他从楼上滚下去。好在我运气不错，停下来的时候正好压在他身上。等闺蜜赶到时，我已经将摔懵了的闺蜜前男友踹到一边了。闺蜜拉住我的手，快跑！前男友气急败坏追了出来，给我杀了他们！我们两个常年宅家的女生，怎么可能跑得过一个成年男人？烦死了，怎么甩不掉啊？闺蜜眼尖看到走廊不知道谁放的长棍，弯腰捡起，狠狠往后下方一戳。前男友顿时发出痛苦的哀嚎，我俩这辈子都没跑这么快过。终于眼前出现一点光亮，单元门就在眼前。一步两步冲出门，迎面闺蜜男友带着警察朝我们奔来。紧追着我们的闺蜜前男友刚一迈出门，就被蜂拥而上的警察制服在地。终于结束了，我两眼一黑，体力不支晕倒在地。宝宝，你不要有事啊！
耳边传来闺蜜的哭声，我睁开眼，映入眼帘的是一片雪白。闺蜜见我醒了，上来紧紧抱着我，没被杀人犯杀死，快被他勒死了。我就是低血糖，你哭个锤子。我拉着闺蜜上下检查了一遍，确认她没事才放下心来。宝，你刚才太勇了，一边不让我莽，结果自己举个锅盖就冲上去了。对了，我男朋友呢？闺蜜拉着一顿我东扯西扯，我这才察觉已经很久没看到男友了。闺蜜支支吾吾的样子，我顿感不妙。她在来这里的路上突发心脏病，现在在抢救。最后还是闺蜜男友给了我答案。我愣住了，男友的体检报告一直很健康，哪来的心脏病？宝宝你先别激动，咱们没有重生，说明他没事的。医生说你要好好休息。闺蜜赶紧补充道。话是这么说，但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。他们说手术很成功，在我的坚持下，将我带到了男友的病房。他躺在床上，无精打采的，和平时截然不同，有种破碎的美感。见我进来，男友冲我笑笑，给了我一个安抚的表情。我怎么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有心脏病了？不是说了重生的代价，而且我现在不是没事了吗？男友轻轻握住我的手，眼神里满是眷恋。男友住院的几天，我一直陪在他身边，生怕出现什么变故。眼见他的身体一天天好转，我的心也放了下来。我们计划着钱攒得差不多了，就和闺蜜她们一起从这个晦气的地方搬走，畅想着未来的美好生活。天不遂人意，意外发生在出院的前一天，男友毫无征兆的突然发病，一阵兵荒马乱，他再次被送进抢救室。我无助地站在门外，心里像是有什么重要的东西要消失了一样，痛得厉害。明明前一秒我们还在探讨之后的旅游计划，下一秒就变成这样了。不是说我们中只要有人出事就会进入循环吗？现在也没进入循环啊。闺蜜匆匆赶来，满脸不可思议。重生的代价另算的。男友最后还是没有抢救过来，我颓废坐在地上。宝，你不要想不开，这回轮到闺蜜担心我的精神状况了。放心吧，我不会的。男友拼了命才换来摆脱循环的机会，怎么可能白白浪费掉？靠在天台的栏杆上，风拂过了我的脸庞，擦干了我的泪水。又想起男友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，要替我好好活着。日子终于恢复了平静。我的前男友被判了刑，他是个惯犯，犯过的事这辈子应该出不来。闺蜜前男友被转送进了精神病院，理论上是要待一辈子了。我搬了新家，搬到了我和男友期待了好久的海景房。闺蜜担心我，带着她男朋友在附近住了下来。除了偶尔我会看着男友的照片，在海边一坐就是一整天，问题不大。我的生日到了，闺蜜准备了一大桌子菜，说要好好庆祝一下，只有我和她庆祝我们都好好的。这是我这段时间吃过最正式的一顿饭了。美中不足的是，我俩低估了自己的酒量，几杯下肚就头晕转向，迷迷糊糊在客厅睡着了。我是被烟味呛醒的，两眼一睁，浓烟滚滚。等我拉着闺蜜跑到门边时，门在外面被人堵住了。谁在外面？快开门！不是挺喜欢锁门的吗？锁死在里面吧。门外是闺蜜前男友的声音，他从精神病院逃出来了。都是你们害我变成这个样子的，去死吧！我们转了一圈，所有的出口都被堵死了。房子是独栋，位置比较偏，消防员一时半会赶不过来。很快，我们被汹涌的大火吞没。再睁眼，又是那个在梦里缠绕我很久的熟悉场景。又陷入循环了。这次手机铃声再次响起，我颤抖着手接通，在听到男友声音的那一刻，终于忍不住哭出了声。你们没事吧？我平复了一下心情，简明扼要跟他交代接下来的安排。你们先回河去开车，然后过来等着。接着我让闺蜜给她男朋友发消息。此时闺蜜男友的身影出现在视线范围内，他已经收到了闺蜜的消息，大概是怕手机在杀人犯手里，朝这边看了过来。我和闺蜜不敢出声，只能不断给她打手势快走。好在她看懂了，转身就跑。宝，我一开始就该听你的。他们不想让我们活，那我们就先杀了他们。这一次有了充足的准备，我主动敲响了隔壁的门。赶紧开门啊，前男友，外面有杀人犯，你不能见死不救啊！你怎么知道我住在？你怎么来了？显然前男友并没有预料到我会找他，两手空空。我只敢信你，你能来我家保护我们吗？我可怜兮兮看着他，眼里满是恐惧和真诚。啊对，虽然咱闹得有点不愉快，谁叫我乐于助人不是？我在心里翻了个白眼。这家伙从来就没想过自己动手，他只要等杀人不犯法的弟弟解决完，我们现任再解决我们就好了。现在我自投罗网，正中他的下怀，根本没空思考我话里的漏洞。你们两个小姑娘就是不安全，家里还是得有个男人。杀人犯在哪呢？我指着楼下东张西望寻找目标的闺蜜前男友。在那呢。趁她探着身子装模作样往外看时，闺蜜从旁边猛地冲出来，我们用力将她推出窗外。你们要杀我？救命啊！前男友整个身子在外面，手死死抓住阳台的边缘。闺蜜的前男友听到这边的动静，发出尖锐的报名声。你们放开我哥哥！我对着前男友的手就是一刀，他吃痛松手，从楼上掉了下去，这个高度不死也残废了。
见闺蜜前男友上楼，我们轻车熟路翻进隔壁。没有他哥，这傻子是想不明白我们去哪了的。开门，开门！和前几次一样，斧子没多久就把门劈开了。确定他进门一会，我赶紧带着闺蜜跑下楼和男友他们会合。跑出单元门，我再次向楼上挑衅：神经病，我在这呢，你们给我等着，我要杀了所有人！闺蜜前男友从窗户探出头嘶吼道。终于，我看到了开车过来的男友和闺蜜男友，在绝对的实力之下，超雄什么的都是浮云。见闺蜜前男友终于从楼里追了出来，男友开车撞了过去。我死死盯着那边的情况，等待最后的宣判。对方在狂妄，血肉之躯终究是抵不过高速运转的汽车。砰的一声，他被撞飞老远，抽搐了几下，和他哥一样不动弹了。警笛熟悉的声音响起，老远看到警笛闪着的光，真好，这下是彻底结束了。故事的最后，以兄弟二人送入医院后抢救无效告终。因为他俩的前科过多，警察很快就认定我们是正当防卫。从警局出来，我不由得抱着男主又哭又笑，引得路人朝这边看过来。闺蜜看不下去，把我拽走。你还好意思说我恋爱脑？话说这次我们真的都没事了吗？闺蜜男友提出这个致命问题。为此我们专门去医院做了全套的检查，检查显示我们很健康。那两位的命怎么不算命呢？非常合理啊，就是可惜了我装修好的房子。我哀嚎一声，我们还有一辈子去装饰它。男友一个吻落在我的唇上。